大家好，我是五一。然后这期视频是Pixel 9 Pro 全部的所有那些视频的 Behind the Scenes 的第一期是的，这个 Pixel 9 Pro 整体就是这些视频还没有结束啊，后面还有大概我觉得至少有6期节目，包括一些播客和直播加在一起有6期。然后这期视频我要聊的是作为一个 Team Pixel，就是这些国产手机怎么样了。我要先跟大家说一下我的视角和购买历程。我的视角就是作为一个 Team Pixel，就是我是一个 Pixel 用户嘛，然后在我的视角里，这些手机怎么样了？然后我为什么要买这些手机呢？是因为其实确实除了小米之外，这些手机我都很久没有用过了。我之前每次回国会买一个中国手机，然后玩玩，但是就基本买的都是魅族。然后小米14 Ultra 这一台手机，当时为什么买？是因为我去南京收那个理光被割了，我才会买小米14 Ultra 的。然后这个手机其实我挺满意的你想知道原因可以往后看。所以说这4台手机其实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之前视频底下有人说Pixel 都这样了，为什么还买 Pixel？然后说这个系统也不好用，什么动画也不好，然后配置也不好什么的，就是我当时其实我作为一个用户，我肯定不在意这些，毕竟我只是买了些东西，对吧？但是我如果要测评，因为 Pixel 8 Pro 测评的最后我说了我为什么喜欢 Pixel 的原因，但是呢，Pixel 9 Pro 这期视频我总要进步一下，对吧？就能够探讨到更深层次或者更细节的东西，或者说更完善的逻辑链，所以我最后还是把这些中国厂商的手机都凑齐了。嗯，你要问后悔嘛，我觉得也没啥好后悔的，因为其实这些手机更是一种警示吧，就是不要相信别人说的话，还是要自己去探索探索。呃，然后这些手机我主要体验的还是系统，因为说实话，硬件这些东西，我觉得就算他们这些摄像头看着很唬人，但其实没有那么大的差距，就没有说 Pixel 和小米14 Ultra 这么大的差距。所以我觉得你们如果在意影像的人，嗯嗯，就是我觉得还是推荐小米的 Ultra 系列，谷歌的 Pixel 还有 iPhone 这3台手机。其他的手机的话，就是我说的在意影像就是说，就是你在拍照之余，然后需要一个好玩的手机这种情况，不是说你觉得你这个手机拍照的颜色很讨喜，所以你觉得封神了，然后自己发了一个，其实根本没有人在意这种情况。嗯，具体的话就是这期视频大概也就是这个结构，就是先从包装、外观、质感、配件来说，然后说系统也是核心吧，最后说相机。呃相机也就是简略带过，因为我真的没怎么去用它们，就拍了几下就觉得就是没有必要去数毛我觉得没有什么差距，所以就没有怎么用过了，所以就是大概这样子，主要还是聊系统。好，先说包装吧，然后我要说的是这几台包装是都送了那个充电头的，我觉得有点无语。就是，我还是不太习惯包装里面有充电头这件事情的，因为就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喜欢收藏包装的人，但是如果你有充电头的话，就会让整个包装特别特别大，而且，我有这么多台手机，我不可能保留你的每一个充电头的，我觉得就统一充电协议还有充电速度这些东西就很重要了。那这些手机除了充电头以外这些手机送的数据线也是下贱的不行，就是 OPPO、小米和 vivo 送的全部都是 A 口的数据线，A2C 的数据线，然后小米14 Ultra 也一样哦。呃，但是就是说实话，华为送的是 C2C 的，而且华为的充电头也是 EAEC 的那种，你可以选一个插的那种感觉。就为什么我觉得很惊奇呢？是因为我用的手机，我平时用的，就比如说魅族什么的，全都是 C 口的充电器就魅族21 Note 这种千元机都是 C 口的充电器，我没想到这种旗舰还用的是 A 口的充电线。就可能有人说为了照顾那种老人的感受吧，那没话说了，好吧。呃，然后要说的是手机壳配件就配件也不只是手机壳了，还有什么 MagSafe 这些东西的。首先除了手机壳以外，这些配件呢，就是
比如说 MagSafe 之类的，就 OPPO 它说是加入了什么系统，但是好像也就出了一个什么风扇吧，还是什么东西来着，我觉得是很逆天的。然后再说摄影的配件的话，这几台手机其实都没有，特别是 vivo 这台手机，它宣传了自己的视频能力，但是就没有附带的配件，比如说什么 ND 啊、什么 Hero 之类的，都是第三方适配的，所以我还是比较惊奇的。你又没有苹果那种那种呼吁力，就是你为什么敢不给它设计一套那个滤镜系统呢？然后你还说自己是什么拍照旗舰，就有点那个了。然后但是我要说的是，小米的话，它这个壳它是给了一个那个滤镜的转接环，你可以套外面的滤镜上去而且转接环其实还给的蛮齐的，但是呢这台设备它又拍视频又不是很好，所以它的那个滤镜主要是用来拍照的，不是拍视频的。嗯，然后送的手机壳吧，先说送的手机壳，我觉得是 vivo 这个质感还可以的，但是其他三台就那样。就是说，也不是说就那样吧，就是说，就是那种淘宝10块钱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要送，可能有人还真就喜欢用这种壳吧，反正我是受不了那种壳，所以就把他们那个保护壳都去掉了。然后 vivo 这个我不知道它的白色壳是什么样的，反正它这个黑色壳我觉得还是挺好的。至于 OPPO Find X Find X8 Pro 系列还是是无印版，我之前看到有人说有那个黑色的壳，然后我看着视频感觉质感还不错。然后我特别这里面我买到的官方手机壳的就只有小米15，它小米之家是有卖手机壳的，然后其他几家就是 vivo、OPPO，我去了2家店里面都没有卖手机壳，就它官方的手机壳都没卖的。华为的话，我去了一家，就只有 P70最顶尖那个系列叫什么 Ultra 还是什么 就只有 P70 Ultra 了，我这个是 Pro Plus，就只剩 P70 Ultra 的壳了。然后我摸了一下，感觉质感还挺好的。华为这方面好像就一直做的还不错了。小米15的话，它小米之家的手机壳售价是99元，但是那个手机壳的品质就是这边音量键这里就是会凸起一块，我不知道是我的个例还是发生什么事情了，但是那个颜色也蛮好看，但是那个液态硅胶我感觉也是假的，就是不是真液态硅胶哈，就是我觉得99这个价位还是有点贵了，就我可以接受拿200块钱买一个完美的手机壳，但我不能接受拿99块钱买一个就是有瑕疵的手机壳，我是这么感觉的。你骂我也没关系，反正我就是这么感觉的。啊、然后说一下外观质感哦，外观质感的话，我觉得OPPO Find X8 Pro 是呃后背板它的质感有点差，然后小米这个我不是很喜欢它的 Deco，但是它后面的质感还有侧面，其实我说实话真的都蛮喜欢的，嗯、包括它这个音量键的这种抛光处理，然后华为 P70 Pro Plus 这个银色是这几台手机里面我最喜欢的一台。但是确实是有点重了，不过质感是挺好的了。vivo 这一台的话，我觉得就是，无功无过，然后在中间的一个水平。其次我要说的就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摄像头了。就我觉得圆形摄像头就大家反正都这样了，就无所谓了，我也没有什么要批评的了。但是 OPPO Find X8 Pro 还有我不知道小的 X8是什么样啊，它的这个很薄，就是不怎么会影响手感，你拿这台手机打游戏啊什么的都 OK 的。但 vivo 这个就很凸起，然后华为这个凸起也挺高，但是这个也不是很影响手感，因为它做成这样嘛。然后小米14 Ultra 也很凸起，但是我不会把这个手机当手机用，所以我也会原谅它。啊、还有什么漏说了来着对，还有就是我的购买历程，就我开始是去了 OPPO 的店里嘛，然后我觉得Find X8 Find X8 虽然说屏幕比较小一丢丢，但是其实它手感没有那么好，因为它后盖的话就没有什么过渡的，所以我就选择了 Find X8 Pro。那至于摄像头多一颗，其实我觉得也没有太关心，因为真的就是，除了我喜欢用3倍的嘛，然后这个5倍就这个6倍的对吧？我就拉不开什么差距，我个人觉得，嗯，然后说到小米的话，就是我在店门口看到 HyperOS 2.0，所以我就买了。本来是没有打算买小米的，我觉得 HyperOS 2.0它用起来还是要好很多的。
然后我又看到那个小爱同学超级小爱吧，就是完全抄的 Circle to Search 啊，然后我就立刻下单了，我觉得这个肯定比 OPPO 好用啊，这个是第三个买的哈，我觉得这个肯定比 OPPO 好用，然后我就买了，然后第二个买的其实是 vivo，因为我对 vivo 其实是比较模糊吧，对它的记忆，我上一次用 vivo 手机还是在 iQOO 7，我不知道是不是7啊，反正就是还是 iQOO 几啊，反正就是那个 OriginOS 1.0的那个时代，为了体验 OriginOS 买的。那华为上次买是 Mate 40 Pro 了，然后买华为的时候还蛮有意思的啊，就是它是一家我在闲鱼同城上面找的，这是唯一一台二手机啊、它是一家 ROG 店的店员，然后当时就跟他聊天，他还割了我，然后我就给我还价，反正是还到了4100块钱，好像是，我觉得很划算了这台手机，嗯，然后他还认出我用的是那个 Google Pixel，然后还让我给他拍个照片，笑死了。嗯购买历程啊，外观质感就说到这里。接下来呢，就是聊一个重头戏吧，就是系统首先我要跟大家聊一聊整体的感受OPPO 这里 ColorOS 其实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变化的，就是很多人说 ColorOS 15很流畅，嗯，我我说实话，我觉得 OPPO 就是它的系统本来就挺流畅的啊，不管是 OPPO R9还是 OPPO Reno2还是 OPPO Find X2 Pro。我觉得我以前用过的 OPPO 其实都挺流畅的，然后这台它也确实就是符合我心里的那个 OPPO，因为我对 OPPO 它要的标准就蛮高的，所以我不会说很惊讶很惊讶，这太流畅太流畅了，我不会这么说，因为在我心里 OPPO 就是应该要做到这样，对吧？然后小米这边，我觉得这个是比起我的小米14 Ultra 进步很大的虽然还是有一点我不喜欢的地方，就是我个人审美不喜欢的地方吧。但是我觉得是流畅了很多，然后少有掉帧，但是也不多了。然后华为这边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现在已经变成那个鸿蒙 Next 的系统了，但是在鸿蒙的时候，我可以说就是跟我印象的 EMUI 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上次用是 Mate 40 Pro，然后我觉得 EMUI 它其实就虽然说比较老气，对吧？但是我觉得它整体设计是很协调的，然后也有安卓的味道包括我其实对 EMUI 挺有感情的。我以前因为自己没有手机嘛，然后偷偷玩手机都是玩我妈的那个华为 P9。其实我觉得华为 EMUI 其实设计挺协调的，虽然有点老气了，但是到鸿蒙 Next 这边，我觉得有点怪怪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比如说我无论怎么调整显示大小，它上面状态栏的数字都是这么大，就包括鸿蒙也是这样子鸿蒙 Next 稍微可以原谅一点，就可能它是这个它是这个叫什么来着？它是这个自研系统的，但是鸿蒙它基于安卓的话，我觉得把那个显示大小阉割掉就有点说不过去了那种感觉，嗯，然后鸿蒙的话这里要留多一点时间给华为，因为华为算是比较特殊的吧，首先鸿蒙系统里面就是当时用的时候就感觉就是鸿蒙它没有 EMUI 那么流畅，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就我是这么感觉的，当然也只是我记忆里面的 EMUI 了啊。然后关于谷歌，谷歌的话，我当时就是开始是在 B 站搜，因为我觉得这种东西应该大家都有需求吧，那搜一下吧。然后结果发现就是没啥教程，那种教程都是引流的，所以我在 YouTube 搜了一下，然后反正就大概3分钟就装好了，很简单很简单。鸿蒙的时候，但是装完了一些有些问题就比如说 Spotify 它没有办法用谷歌登录什么的。然后安装有时候会失败，就是用 Play Store 安装，有时候就会卡在最后一步，就一直转圈圈。我不知道是性能问题还是出问题了但是也影响不大，因为你重启一下就基本上就装好了。然后刷到鸿蒙 Next 的时候，这边是一个叫出境 E 的，我不知道这个具体的实现是什么，但我自己推测是一个就是鸿蒙到安卓的模拟器，应该是这样子吧。然后这里面的谷歌就是 Spotify 反而就可以用谷歌登录了，很好笑。但是这里面的安卓软件用起来都有一些毛病，就比如说你打开以后你第一次打开它会闪屏一下，然后不叫第一次打开，就第二次打开它会闪屏一下，然后第一次打开的时候它要加载那个模拟器嘛，然后
功耗的话，我倒是没什么感知，因为我这些手机都没有当，除了 OPPO 呀，都没有当主力机用过很多天。呃呃，然后就是说，然后就是，我对这个系统印象最深的就是它那个热搜，这个桌面的热搜，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关。我还在这个这块儿我还搜索了这个呢，就是小一搜索这里，然后精选服务我还把那个热搜榜关掉了，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关，就是关不掉，感觉就，我觉得挺离谱的。而且就是，而且这个手机就是我今天把它重启，发现多了一个地铁跑酷。我相信华为不会自动装的，我肯定是我不小心点到了。但是就对于我这种人都能不小心点到，我觉得就是这个只能说广告藏得很深这种感觉。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点到的，反正就是点到了，笑死。然后再说 vivo 吧，啊，外面有辆车。再说 vivo，我觉得这个系统我不好说，就是流畅是蛮流畅的，而且线性马达的适配我觉得也挺好的。但是就是这个系统就是有一种杂交的感觉，你们懂吗？就是我很难说啊，就是有点有那种杂交的感觉。可以说嘛。然后，就是你能感觉到它是不同时期的 vivo 它做的软件，然后就结合在一起了。而且这个问题其实是在 Orange OS 1.0，就我刚遇到 vivo 的时候就遇到这个问题。当时买的是 iQOO 7，一个是这个问题我不能忍，一个是系统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它那个悬浮屏幕就显得质感很差。这两个问题我不能忍，然后我就把它后来卖掉了。然后，嗯，然后你说 Orange OS 有多差？我觉得也不至于，你至少在中国用，我觉得还是就是还行那种感觉，笑死。然后广告的话，我现在没有办法告诉你确切的答案，因为这些手机的广告我或多或少都关了一点啊。具体我觉得一个系统在意的是就整体的观感，也就是这样了。接下来我要说的是几个功能缺失比较严重的地方。如果你用One UI 或者是用 Pixel UI 多的话，你应该会在意这些点。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诶，我刚按到什么了？好吓人！我不知道我按到什么了。第一个问题就是媒体控制与播放，这真的是一个重灾区。哎，真的是可怕，这个就是，先看这个，先看这个 OPPO 吧。我觉得 OPPO 做的是在国产厂家里面最好的哦。就是你看，我现在在放一首歌，对吧？然后它的这个灵动岛，你点一下就可以打开。而且注意哦，这 Spotify 这里，对吧？它是有这个添加到资料库，还有这个就是媒体切换的功能的，就是媒体控制，你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去播放，而且还你可以选以前的这些，就是最近放过的歌曲。就是，但是我也没有必要夸它，因为这就是安卓自带的功能呀，就是它保留这个很好啊，也不是全保留了，就是安卓的话，其实还有一个是就是这个快速控制其实是有两个，一个是添加到资料库，还有一个是随机播放、顺序播放这些。然后 ColorOS 保留了一个，但是其实随机播放那个功能我自己不是很常用，所以我觉得我是可以接受 OPPO 的这种做法的。那到后面就是重灾区了，就是小米。我还没开机呢。救命啊！救命啊！没连上无线网。我这些手机真的没怎么用过，就是测评之后啊。好了，现在正在播放了。你好了，你就可以看到，其实它就把那个阉割掉了，就是这个添加到资料库还有随机播放都阉割掉了。而且这边就是这边这个媒体控制，小米它也改成了自己适配的那个叫什么设备融合中心。我觉得就很离谱，就是我可以理解你自己做一些定制化的功能，但是你不能把安卓本来的东西去阉割掉呀，你不可以这样子的。
然后 vivo 这边就更是有点搞笑了，我就跟你们说吧，就是就是你播放这个东西，对吧？它甚至不会在这里，不会在这个这叫什么状态栏里面留下来，不会在通知中心里面留下来，真的。而且按理说 Spotify 在其他设备上播放也应该算在本地播放，然后它这个灵动岛也没有出来，我还得把这个调到本地播放呢。你看现在就是正在播放了，对吧？但大家注意啊，这个虽然它抄的很像苹果，但是呢，你点完了以后就只有这些播放的功能，跟小米一样，而且它这个不会在这个通知中心出现，就是你没有办法去控制设备。然后锁屏的地方它是可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的，但是也没有那些比如说添加到资料库那种功能，而且它这边不是自己做了原子组件嘛？他说 Spotify 暂未支持此功能，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这个 Spotify 怎么可能没有适配安卓的通知呢？它肯定是适配了呀。就是 vivo 他自己去适配了 QQ 音乐啊、网易云音乐啊还有什么什么来着，就是常用的音乐软件这些，但是它没有保留安卓自己的接口，所以就最后就闹成了这种笑话。我觉得就是有点搞笑吧。华为这边的话，我不知道，我忘记鸿蒙的情况了。但是鸿蒙 Nest 这边，我自己觉得，这是华为音乐哦，不是 Spotify。就 Spotify 因为是安卓模拟的嘛，所以其实还是有一些问题，就是它不会显示任何通知。但是也不能怪它，毕竟它已经不能算是安卓系统了。然后，这个，这是华为音乐啊，华为音乐的功能，我觉得就是和安卓还有 iOS 都是比较像的，就是两个快速控制嘛，一个是这个，这是厂家自定义的，然后这个和 Spotify 的标准是差不多的，而且华为的这个也可以正常连接那个 Sonos 的音箱。像小米和 vivo 这边就是有点离谱了，而且就有人可能说这个你用 Spotify 怪谁呀、对吧？你话说的是没错，但是 Spotify 它自己去适配了安卓的通知啊，然后是你这个小米和 vivo 把通知阉割掉了啊，对吧？这就是蛮离谱的了。然后接下来还要说一个相似的点，那就是也是 Spotify，正好用 Spotify 嘛，所以就聊一下，那就是 Edge to Edge 的适配，这是安卓15的功能哦。你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底下的这个 Navigation Bar，OPPO 这边是透明的，对吧？然后小米和 vivo 这边就离谱了，就是他们把这个 navigation bar，就是这是安卓原生的 edge to edge，它就直接把这个给它阉割掉了，变成黑色的了啊，也不是黑色，应该是半透明的了。我不知道你们看清不清楚，反正是半透明，你们那边可能看的是黑色，但是其实是半透明的。包括 vivo 这里哦，vivo 这边也是一样的，就这件事情真的很离谱啊！我觉得就是安卓自带的 Edge to Edge，他们把阉割掉了，然后自己去重新适配。就可能有人说这个，嗯，就可能有人说就是安卓自己不努力，那只能这些厂家自己去适配了。但是 vivo OPPO 就做的很好，它不仅自己适配了其他，而且保留了安卓自己的那些功能。而且说实话，这个就是判断一个 safe area 一行代码的事情有那么难吗？我觉得就蛮离谱的吧这件事情。而且说实话，你在 Pixel 的开发者里面就打开那个沉浸式状态栏以后，Pixel 大部分软件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就这是谷歌自己适配的那种沉浸式嘛，比如说像微博啊啥的，就也没啥问题啊。嗯，我是觉得这个有点太搞笑了。接下来说的就是实时通知。实时通知的话，我自己是很讨厌中间有一个灵动岛的，但是OPPO 这边至少它挺好用的，就是它的逻辑我觉得跟 iOS 做的不一样，挺好用的。但是仍然就是截图的时候会比较分散注意力，我不是很喜欢。其他几个的话，就真的就是我觉得这种通知就给我一种屁大点事，然后又闹得特别大的那种感觉。我自己是比较支持小米和三星的那个实况通知，他们做的不会像灵动岛那么打扰人，他们做的就是那种
轻轻的在这边显示一下的。然后三星它就是像谷歌原生的那种实况通知，它会显示在左上角。我觉得这两种做法都是挺好的。像这个你挖一个大药丸，我是真的有点接受不来，就是真的很丑啊。就是 iPhone 它这边它本来就是这样子，它做一个我觉得就是问题不大，虽然也挺丑的。但安卓这边学 iPhone 是不是有点我不好说啊？接下来就是搜索我就直接跟他聊吧，因为我怕什么搜到，我怕就是搜到手机上面有什么不好的东西，然后要剪半天。对不起，搜索的话，我觉得，嗯，OPPO 做的是好的，就你可以在搜索里面搜到系统的设置，而且 OPPO 它适配了什么哔哩哔哩、今日头条等等等等。哎，你可能说，哎，这个手机不还是中国思维吗？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它的国际版，就这个 Realme GT6，它的桌面搜索是搜索那个的，就是 YouTube 什么的。就是它可以在其他应用搜索，就这个就其实是跟那个叫啥来着，跟 Pixel 是一个一样子的设计，我觉得还是挺好的。然后，呃，小米这个搜索我真不想说了，这个就是你如果不把那个看点关掉的话，就是一面红的。然后现在这个我自己改了一下，其实还可以吧，就是嗯，我记得应该当时是有那个广告的，好像是。我记不太清楚啊，对，当时是有广告的，我给它关掉了。然后它这个搜索也不算好用，就比如说最基本的，我要搜一个就是 password，你看就是搜不到，就是我这个功能我还挺常用的，就比如说 Pixel 的话，我要去查一个密码，那我就直接输 password 就可以快捷打开呀，就这样，然后就可以快速打开这个谷歌的那个密码管理选项。然后这个就是安卓自带的，像什么三星啊，什么那个 OPPO 都没有阉割掉。呃，然后 vivo 这边就更搞笑了吧，就是它的搜索只能搜索一个，这个是它的搜索是这样子的，就是只能搜索应用和原子组件，就是特别搞笑的一个手机，我觉得是。我觉得OPPO 啊，就是 vivo 系统能做成这样也是无敌了。对不起，就是我不知道啥意思。然后你们刚刚也看到了这个谷歌搜索框的动画，也是有点搞笑，就是这个是啥呀？这是。然后华为这个搜索做的真的不错，除了那个就是我刚刚说的，就是热搜榜没有办法关闭以外，真的做的很好。它毕竟是鸿蒙它自己的系统嘛，就是我觉得做的是和跟 iOS 去看齐的，我觉得是挺好用的。而且我觉得搜索是一个手机里面很重要的功能，就像你用 Mac 要用 Spotlight 一样啊，就是完全是必不可少的功能。为什么就大家都不重视？我觉得就除了 Pixel 以外吧，重视的就是什么来着？这个叫什么牌子啊？OPPO，还有那个三星。就安卓这里啊，就这三个牌子重视，其他都不是太重视。比如说什么夏普啊、索尼啊、小米啊，这个叫什么来着？啊，不是这个 vivo 啊，还有什么 nothing 这个做的更是搞笑了。所以这些手机我根本就用不习惯，对吧？我因为大家就 Pixel 的搜索它是这样子的，就包括 iPhone 也是，它就是一个快速滑动就可以打开键盘去搜索，就像这样。就滑动它肯定是比点按更高效，因为你随时你就可以盲操作，你在任何一个地方滑都可以，而且 Pixel 这个其实也是可以点按的嘛。哦，所以我就觉得，就大家都不是很重视搜索的体验这样子。嗯，然后再说下一点吧，就是线性马达。线性马达，我觉得你要给你要我排给我注意啊，这个线性马达不是正感，不是正感，就是系统适配。我觉得是 OPPO、vivo 是都比较好的，然后华为和小米显然就是要差一个档次。然后最好的我觉得还是这个 Pixel UI，这个是这个应该懂的都懂吧？就是我觉得适配最好，再加上马达最好的应该也是 Pixel UI。就
一加可能会好一点，但是我没有用过，所以我就不说了。嗯，对，马达是这样。然后再说动画好了，就是动画这件事情真是闹麻了，逆天了。就我觉得动画本身是动画本身它不是技术问题，它是审美问题。然后这些厂家他做动画的逻辑其实就是说我有打断动画，我等于动画好。当然，这些厂商跟一些自媒体人也是相互勾结的，所以他们会宣传这一点，然后去营销这一点。嗯，但我对动画我的理解是，动画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所有的动画目的就是为了告诉用户这是一个箱庭系统。什么叫做箱庭系统呢？就是一个非常小的合乎逻辑的空间，然后这个空间里它不会出现任何不协调的因素，这就是动画本身的意义。嗯，但你要问我这些厂家做到了吗？我觉得可能只有红梦 Next 做到了。嗯，是的，我自己目前是这么觉得的。嗯，拿这里面动画最好，就是大家认为动画最好的 OPPO 举例子吧。我觉得 OPPO 做的非常好的一点就是它的动画，就是应用开闭的动画做得很好，而且可以调整速率，再加上它的桌面动画，就比如说这样子它不是模仿 iOS 的，因为 iOS 是没有这个动画的，就是它做的这个很有自己的风格，而且速率啊、曲线啊什么的都，我觉得都是很协调的。但是，我要说但是，就是一些没有适配过的地方，比如说这个，比如说状态栏这里，就是说，嗯、就是这个动画它有一个这种，啊、就是这个动画排列它有一种这种下沉的感觉，就是嗯，这种感觉就是一个很安卓的感觉，但是它桌面的那个动画又比较 iOS，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我是有点不适应。然后再比如说这个，就是你能感觉到明显的阻尼这边，就和这个应用开闭动画就有点不搭了，而且像你这样子，这边底下应用出现的这种速率又是很慢的，就显然是有一点不配合，而且就是动画这个事情，就是你整体的你要管控系统里面的每一个动画，一旦有一个动画不符合逻辑的话，用户就可以看出这其中的割裂感。换句话说，就是你构建的这个箱庭它就破碎了，就可能用户就不会再沉浸，再觉得这个虚拟世界很合理了。很多人会说动画效果是要和物理去连接的，那确实是这样。而且我想说的一点是，其实基本上这些动画本身它是由贝塞尔曲线控制的嘛，因为你如果去写代码你就知道，其实是贝塞尔曲线控制的。那这些贝塞尔曲线它并不一定，还真不一定就全都是由物理世界里面来的，它只是说从物理世界里面去取一个经。就比如说，其实就是类似这种非线性动画，它本质是一个缓动动画，但缓动动画不一定等于就是从物理世界里面来的。就比如说，我一个抛物线是这样子的，对吧？但是缓动动画里面这样子是什么意思呢？这样子是缓入，但缓动动画有很多很多种，就比如说，它是有它有这个缓入，也有缓出，像 iOS 还有安卓，他们就不是 Pixel 就是像 iOS 他们的这个应用开闭动画，就是显然是一个缓出的动画，不是一个缓入的动画。那缓出是啥意思呢？就它更类似于是一个气泡往上浮这样子的，就是它有一个加速度，然后再减速这样子的动画，而不是说一个就是像有一个重力往下的这种动画。嗯，这里我要再举个例子好了，就是华为我觉得动画做的很好的一点就是它的应用组件，包括酷安里面的这些图片还有微博里面的视频，它都是适配了，就是用华为原生的这种组件嘛。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它桌面的动画是模仿 iOS 的，对吧？就是显然它是一个缓入的动画，但是这个动画它就是，有时候又消失了这个动画。这个动画显然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加速度不太高的，所以你看起来像是线性动画，但是它其实本质是一个缓出的动画，就我觉得不是特别搭了。
我觉得用过红木 Next 的，其实如果你仔细去感受都会懂。所以这就是我觉得，做动画还是本质还是一个审美问题，因为这些技术其实这些中国厂商，我觉得做的肯定是比 Pixel UI 好的。嗯，确实是这样，因为 Pixel UI 到现在其实还没有打断动画呢。它其实大家觉得 Pixel 流畅，其实本质是因为安卓它的这种底层动画，比如说各种页面里面的切换，它本来就是很快的。而且我觉得安卓作为一个大系统，什么叫大系统？就是它要考虑各种性能的设备。其实它去做这种取舍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而 Pixel UI 也就是在安卓底层上面加了一些动画。它加的动画，因为都是谷歌自己加的，它肯定有对这种审美的把控，所以加的都是比较协调的。然后再配上 Pixel 的它的底层优化，比如说触控跟手程度，才能让你感受到 Pixel UI 和普通安卓之间体验的差别。什么叫普通安卓啊？不是说这些手机，就是这个 Nothing。就如果你用过 Nothing 和 Pixel，你肯定是不习惯 Nothing OS 的，你肯定是觉得 Nothing OS 有点不跟手啊，然后各方面都卡卡的啊。注意，这不是性能问题哈，你就算找一个 Pixel 3过来，它也是跟手的。但是 Nothing 它本质就是因为底层优化还有审美的问题。就 Nothing 它里面的一些自己加的动画，我觉得是跟安卓是有点不搭的，嗯，而且它的优化就是可以说是几乎没有。我觉得 Nothing 手机你摸起来是有点，你用起来其实是有点像什么，有点像夏普和索尼这种感觉。嗯，哎，确实是这样子的。而且 Nothing 它的这种美学风格也是经常去改的，比如说 Nothing 2.0的时候，我记得是这边它是那个像素字体，而且在2.5的时候还很张扬的宣布，就是他们支持了这个日文字体的像素风格的那种字体。但是到3.0的时候，他就直接把这个改成这种衬线字体了。当然，我从个人的角度，我是很支持衬线字体作为标题，然后非衬线字体作为正文或者小标题的这种风格，其实我是可以接受的。大部分人应该也可以。但是我就是想说一点，就是他把这个像素给舍弃了。而且其实 Nothing 最用不惯的还是他经常卡顿啊，就是他这种卡顿，就是你用 Pixel UI 你就能感受到的那种感觉。但是 Nothing OS 其实也有可取舍的地方，这个我们后面再聊吧。因为我是打算买 Nothing 3A。嗯，其实我也没有那么想买，只是为了我觉得就是这个手机太 Nothing 整个手机都有点太 overrated 了，就是有点被过度投票了，所以我不是很想说所以也不是很想说，所以我不是很支持那些观点，就是我觉得 Nothing 真的没有那么好。接下来聊相机好了，这4台手机啊、我能深入体验的相机，其实我深入体验过的相机其实就是 OPPO Find X8 Pro 和 vivo X200 Pro 的长焦，还有录像。呃，我觉得 Find X8 Pro 的话，它的拍照在我这里是过关的，但是它有眩光问题。啊、是的，我在我的使用里面，我反而觉得Find X8 Pro 的眩光比 vivo X200 Pro 要严重，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 vivo 这个 X200 Pro 这里的话，我主要是用它的长焦啦。嗯、这个长焦我觉得画质是非常顶的，但我仍然不会用它。为什么？因为首先是 vivo 它的默认的颜色有点太鲜艳了，然后它其实是给了很多颜色就是它给了这个鲜明、质感，还有自然，但是每一个颜色我都不是太喜欢，特别是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怎么能做到每个颜色都偏色的，我是很好奇 vivo 这个相机厂商的这个决策的，我不知道怎么做到的。而且其次呢，就是呃，这里面其实除了呃 OPPO 和小米以外，他们没有快速启动相机的方式。就这个也是就是vivo 这边是可以好像双击电源下键它可以启动但是它只能在息屏的模式里面启动。像
Pixel 啊，什么 OPPO、小米，他们都是可以双击某个键去启动。比如说 Pixel 它就是双击电源键嘛，而且它在桌面的时候也可以启动。就所以我不会在 Pixel 的桌面上面放一个相机软件嘛，啊、所以这个也是我用不习惯的地方了，就相机体验方面。但是小米是 OK 的，而且小米它启动速度优化的很好，从小米14 Ultra 我就感觉到了这一点。然后 OPPO 它是有一个这个拍摄按钮，但是我觉得除了启动相机，我也用不到它了，笑死。哎，呃，那拍照画质，我觉得除了 vivo 这颗3.7倍的长焦以外，其他几台手机的拍照画质其实没啥好说的，真的就是那样，就都是差不多的感觉，没有太严重的区别吧。然后发色倾向的话，我觉得 OPPO 这边我是比较喜欢的，甚至 OPPO 的颜色其实，哎，其实说最喜欢也说不上，但是我确实是蛮喜欢 OPPO 的颜色的。从 Find X2 Pro 还有 OPPO Reno2那时候开始，我就很喜欢它的颜色我觉得说色彩科学倒是算不上吧，嗯，只是喜欢颜色而已。然后小米这个的话，其实是和小米14 Ultra 差不多的发色风格，就是那种高饱和但是低亮度的风格。很多人会觉得很自然。我觉得小米拍照确实很自然，它自然的，但它自然的不是颜色，而是各种细节，它不会去过度的计算。当然，小米15我不能保证，我说的是小米14 Ultra。然后华为这颗相机的话，呃，我说实话印象真的不深，印象真的不是很深。嗯，唯一的印象就是它的那个 HDR 就是它的那个增益图 HDR 是不能被其他设备识别的，其他就没什么印象了。然后这个拍照也是，就不是说它拍照太垃圾，而是就是说，它的什么成像风格的特点我没有掌握住，是我自己的问题。我觉得画质啥的这几台手机真的就没有太大的区别了。再聊一聊录像这个事情啊，录像的话，嗯，我这4台手机里面，我最支持的是vivo X200 Pro，它的 log 真的很不错，但也仅仅就是到 log 为止了，就是它的 log 还有画质都很不错，但是你如果和 iPhone 比较的话，它的画质是很差的，但是那条 log 曲线我真的觉得 vivo 它是有认真去做的，它是有这种决心的。但是 vivo 它真的画质不是特别好，我动态之前有发过截图，我到时候找找给你们看一下。然后啊、小米这边这个 log 应该也不用我说吧，就是大家都知道它是假的了但是问题还是在，就除了 log 以外，这台手机拍视频有更大的问题，包括就是小米14 Ultra 也是，就是它画质不是特别好，然后也有抖动这些问题所以我不会用它们，而且 vivo 我也不会用因为我有 iPhone 了，我为什么要用它们去当做一个变现录像设备呢？对吧？然后反而是 OPPO 这个普通 SDR 或者 HDR 的视频就我觉得好像还挺稳的，但是也仅此而已了，我也不会把它当做什么严肃创作的这种，哎，也不是严肃创作吧，就是也不会把它们当做这种创作工具了包括 Pixel 我也不会用的，笑死。然后摄像设备应该在后面会分享，但是现在不是我们说它的。然后最后我要说的是，它小米14 Ultra，就很多人觉得小米14 Ultra，我为什么会给它多少分我当时给它3分吧，应该是3分，在那个啊、里面，因为就是它3分，我觉得不能再多了。就是一个设备最重要的几个，就是首先质感，但是我觉得这些国产机我不是太在意质感，我觉得我用这些国产机就是我都能忍只要你硬件给我的好就行了，我不在乎质感。第二点就是相机，第三点就是系统，而且还占蛮大部分的。然后应该就这几部分吧。然后这台手机的系统可以说是烂到街了，就是你怎么用都会卡顿，怎么用都会卡顿。嗯而且HyperOS 我本来就不是很喜欢嘛，我对小米这家公司，我觉得它最好看的时代其实就是米 UI V5那个时候，其他时候我都不是特别喜欢。嗯、
然后硬件的话就是又贵，然后它的这个摄像头又会影响你的日常体验，所以你作为一个手机来说，给3分不得了了。但是为什么？然后很多人更好奇的是，它为什么在 T0呢？就是拍照水平啊。啊，首先我要给大家介绍，就是它是可以保留你的专业菜单的，就是你上次是专业菜单加 Ultra RAW，它现在回来还是这个功能。而且这个 Ultra RAW 就是很多人他会说16比特这件事情，嗯，这又要回到刚刚说的这些中国厂家，对吧？他就会创造一个参数，他创造一个规格让你去营销，但是其实这个东西其实没有那么玄乎，就是你说它拍照能拍到16比特，我觉得不一定，对吧？但是你的容器是16比特，它就这样宣传了。但是啊，我要说的是，小米这台手机它的色彩精度真的非常高，色彩精度动态范围是好的。至于它实际啊 ADC 的那些模式，我是不在意的，我也不知道。而且它在这个专业模式下拍摄的照片就是非常非常自然，然后动态范围又高，后期的空间也很大。我在这台手机上其实是没有插过卡的，然后这台手机里面装了谷歌相册，也没有开启同步。我在里面装了那个 Adobe 加的 Lightroom，然后就你出门嘛，你拍完照片用这个手柄拍照片，对吧？拍完照片就可以开始在那里修图，然后修图以后就可以直接一张一张上传到谷歌相册，这种感觉它真的就是给我了，而且我觉得用它拍照其实非常有乐趣，而且也不会感觉自己在就是很有班味的那种感觉，我是喜欢这台机器的。而且我觉得，嗯呃，我觉得综合各种拍照体验来说，小米十四 Ultra 是很棒的一台设备。嗯，真的，这个是我发自肺腑的话，你觉得我很搞笑也可以，但是我就跟你们说，当时为什么买这台机器好了。当时是哪一年2024年的3月份吧，我就快回日本了。然后我在闲鱼上面找到南京有一个人，他在出理光还挺便宜的，好像7000块钱整。我就跟他说我要去买，然后他说好啊，明天面交。结果去了南京以后，他可能觉得自己卖的太便宜了，他不回我了，他就已读不回了。我当时真的很气，所以我就准备在这些国产的超大杯里面选择一台。但是当时又很急，我就快速过了一下。我是说当时没有什么太在意的功能嘛，我就在这个小米和 OPPO 里面纠结，因为 vivo 其实那时候我去店里差不多用了一下，然后我就感觉这个系统我一辈子都不会用，对不起。然后你说我是 vivo 黑，我觉得我也承认我就是，然后就是，然后我就在 Find X7 Ultra 和那个小米十四 Ultra 里面纠结，最后买了小米十四 Ultra。当时是为啥呢？是因为 Ultra HDR 小米这个格式是安卓的那个 Ultra HDR 格式的，所以我就买了它。但是后来其实反而对 HDR 有点祛魅吧，我觉得 Ultra HDR 还是适合像 Pixel 这种，就是你日常记录的这种手机去拍。像小米十四 Ultra，我觉得更多是摄影吧。那摄影我觉得 SDR 照片就 OK 了，因为，嗯嗯，我觉得调色是个问题。对你如果要说你喜欢摄影，那调色肯定是必须的，后期也是必须的，除非你用什么富士随便拍拍，对吧？那个胶片模拟，嗯嗯，好像也没有什么想说的了。我想一下，对，应该就没有了。所以说就是，这是做一个后记，做一个 Pixel 9 Pro 测评的后记，就是想跟大家分享我那个视频里面具体说的那些不足都是什么。啊、当然了，这些不足，其实在三星上面都是能满足的，包括国际版的 Realme UI 也是可以满足的。而且，关于 Circuit to Search，我想说的是，就是现在基本上你任何买一个国际版的手机都是 OK 的，就是都可以用。这个 Realme UI 也在2月份，就是我回国的时候，它突然支持了 Circuit to Search，所以说也没什么好抱怨的。而且 Realme UI
就是国际版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就是这个，你看啊，我比如说复制了这个以后，它有一个类似安卓原生的简体版编辑，但是它没有分享，就是你修改以后它没有分享，所以这个还是比较头疼的。但是 Realme UI 确实就接近我心中的完美的水平了，就是它和 Pixel UI 可以说是各有优劣，但是我还是不会用，为什么呢？不支持日本交通卡啊，就包括 Find X8的日本版也不支持，然后那些低端机就他们上面的那些流畅度是有阉割的，所以我也不会买。就 SOC 不重要，但是它流畅度啊，还有系统动画是有阉割的啊。那至于三星呢，嗯，我觉得 S25是一个很好的机器，我也愿意给它打9分的成绩，但是就是我找不到理由去用它呀。我觉得 Pixel 9 Pro 就很好，很好，很好，很适合我。我找不到理由去用 S25，真的。嗯这个是有充电器的哈，这个是有充电器的。然后后面其实就没什么好说的了。嗯，对。然后下一期视频是关于我的一些回忆录吧，就是我不是说了吗？这些手机离我其实这些系统还有手机牌子离我其实都比较久远了。然后我会告诉你，我在大学的时候，或者我整个数码生涯都用的是什么手机，然后为什么会对 Pixel 有这样的印象啊？为什么会有这样子一个呃感受？然后这些视频真的很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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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很适合在播客听，所以其实应该会出一个音频版本的，然后到时候会上线一个 SSR 服务吧，我觉得就这样，好，拜拜，拜拜，拜拜。